但你又看白迄创啊？但你一直想下迄共产党哦。哦，五角红色星星有没有？迄叫啥徽章？北海道的道徽。没有幸福哦。那我们现在准备在今年的春天哦，春天要来去北海道哈。今年的春天呢，咱行真侪日本团体哈。那北海道的春天呢，来去看无同款的北海道啊。即马咱伫机场准备要起飞前往地前往北海道。日本这条路线呢，会使讲这几年来呢，非常的热门，非常的，算是真侪人去参加的对啊哈。那主要离台湾近啊，离台湾非常的近，再加上呢，它的所有的风俗啦、气候啦，很多人都喜欢来到日本旅游哈。所以呢，一年四季呢，日本可以说是台湾到国外旅游当中呢最棒、最多人前往参与的。一个行程之一哈。现在我们准备前往北海道对桃园国际电有起飞哈，直飞的班机前往北海道喽。北海道厅旧本厅舍哈，曾经是北海道的行政机关北海道厅的办公场所，建立1888年哈，这一个。旧本厅舍呢，是以美国州议会范本所建造起来的新巴洛克式的建筑哈。它这个是八角形的大圆屋顶尖状的屋顶啊，窗框等等看起来呢，将有格调厅舍前的池塘呢，有如明镜般倒影般，非常的美丽哈。老树环绕，是散步休闲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哈。北海道厅旧本厅呢。这个所在呢是北海道用将近80年的时间但这个所在使用了80年了。但你又看白迄创啊？但你一直想下迄共产党哦，五角红色星星有没有？迄叫啥徽章？北海道的道徽。古早的道徽，即摆徽章你倒，顶个一个旗仔，你要飞有无？跟你一个下雪结晶有没有？迄就即摆北海道的迄个徽章啊啦，道徽道徽。1969年被指定为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建筑物外墙使用了近250万个红砖，深受当地居民喜欢，所以这里所在呢又被称为红砖啊哈。穿过美丽的拱门，进入了1楼的大厅你也在看的是历代的官员使用过的办公室馆内呢完全比照当时情景重建并且设置了北海道立的文书馆历书馆资料馆等等这里面呢展览了北海道开发历史的文物及一些资料，那可以看得到呢北海道过去的历史的文件，那各有包括以前但北海道町馆教这里北方四岛的这个资料在这个资料馆里面呢，也完全看得一清二楚。那展示过去日本占领北方四岛时期的相关文物啊。这个古厅呢，真简单这个古社啦以前但像日本这个所在呢。有港口的所在，当然都外国专家啦，一寡外国的商人来到这个所在，所以呢，这个北海道一寡建筑呢，甲这个神户淡薄小共日本的神户，拢有一寡呢外国来这个建筑的风式但这个所在呢，它保留着开拓时代身影的北海道的代表建筑那前面有讲到，它是1888年完工，以红砖楼。札幌市民称呼它红砖楼是最熟悉的
美国风格的巴洛克式的红砖建筑。那外面是8角的圆顶呢，是一大特色哈。馆内呢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哈，当然，所以我们可以进来这里面哈，看看这个北海道的北海道厅旧本厅舍里面的这整个当时所盖建的方式哈。当然这里面一点那种重新整建过了哈，精修过啊，油漆过啊哈。那北海道厅旧红砖厅呢，是日本北海道过去治理北海道办公场所嘛，是北海道的象征。那札幌市中心哈，那用红砖建造的巴洛克式的风格欧式建筑。过去这个道厅所在呢，又称为旧道厅或是北海道厅厅舍哈。那在这里面呢，目前嘛是北海道上重要的文物。你要看进来的展览嘛，不是讲道厅来的有动物园起这哈，指的是呢在北方四岛这里的一些产物。那有一些动物，所以一旦进来的呢，就后来他就把它开放成一种博物馆展览馆，告诉你呢，在北海道或者在北方四岛呢，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建设。里面有不一样的展览呢，这个都是在这个北海道厅旧厅本身里面呢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包含用了这个煤油灯还有这个以前所用的这种时钟在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得出北海道这个近代史外国进入这个北海道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啊。所以，咱有当时咱们这个港口的所在呢，也是看到咱们日本的港口，加上这个港口呢，都留有什么？都留有这个老外的遗迹哈。因为在18、19世纪的时候呢，从这个西班牙时代一直到了英国时代欧洲的各国列强呢，几乎呢都打到这一个很多东南亚的地方或东北亚的地方来殖民。那当然呢，他们就留下了非常鲜明色彩的这个形象。那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进来这里面呢，也就看看他们每一趟在这种这个里面呢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产物还有一些你看，还有看到大日本帝国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其实跟以前的纳粹主义呢有一点点的相像这也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在日本2战结束之后呢，他们禁止日本拥有自己的军队所以日本因为要自己的军队，所以日本的军队呢，后来成立起来叫做自卫队就是保护自己的娘这就是日本当时，因为日本当时有侵略性的主义如果你严格来说的话，它其实跟德国的那个纳粹主义呢，当然有一点点的相近方式在这个里面所以感受到的呢，就是不一样的这种风格，还有这种感受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北海道旧厅本色呢，其实就可以感受得到它这里面熙熙攘攘然后呢一些过往的历史。所以参加札幌这个行程呢，来北海的札幌家呢，也是恭喜比较静态的他所看到的就是旧有产物所遗留下来的这种风格。
哦，鸟居，迄个鸟居就敢咧互鸟仔咧停的意思哦。迄个物件你若看到，迄拢是神宫啊、神社，迄就代表讲，这内底哇是神境，外口是凡间就对啊。哦，迄就是有一寡妖魔鬼看，哦，这有神伫的，你无凊彩入来。架虎的迄种有无？哦，架虎石灯哦，以前拢内底点蜡烛，啊，个两边的树啊有无？这就叫夜莺啊。哦，夜莺。长叶子的樱花。有叶子的樱啊。所以我讲的夜莺就是安尼。另外遐剩一束啊，这两边拢是迄种较白，迄叫蓝景吉野樱，就是日本上水的品种啊。拄我看牡丹樱迄较慢、较紧的，这种的即马拢变夜莺较济啊。迄叫大柱连绳，迄是趋吉避邪用的。日本毋是有拍迄什么有无？相扑毋是箍一粒，迄叫麻绳有无？迄就是这啊，鬼妖魔鬼怪，甲查某人袂使入去。好安尼。因为女性以前在古代有月经，月经是污秽的东西，这样会。古代有月经，现在没有。好，阿姨你听我讲完。啊，古早人的想法都是安尼，女性跟妖魔鬼怪禁止啊。几岁就会没有月经？以前是这样啦，啊，即马时代无同啊，迄即马就是趋吉避邪的物件，啊，个四片的白纸，四片白纸，伊顶悬伊的厝顶哇，伊拢安尼插出来有没有？这就是神宫式的建筑，里面内底主神三个，一个叫做国土造地之神，哦，就是经营这个国土的，这个北海道国土的，啊，这无形的神，啊，个第二个是啥物？迄个造酒之神，做酒的神，哦，伊寒天因才啉酒哇。个第三个是啥物？医药之神，古早人才破病。所以当初因第一任北海道的判官叫做岛义勇，由为东京的迄个神宫排3个人，迄个排位哇，安尼排到遮来，囥在遮，为遮开始开拓这个北海道，为中心开始传出去就对啊。哦，所以日本的神宫神社，伊拢无啥物神像互你看，无基督耶稣，无观音，啥物拢无，伊咧无形的神，阿拉各一个样子，伊这拢无。你这无形的神吼，北海道神宫是奉明治天皇的诏令呢，祭祀开拓北海道的守护神，叫做开拓之神哦，一个大国的魂神啊。那1869年的时候，日本明治2年创建了东京的神宫，日后呢，第2代开拓的时候呢，也开拓了3个神的灵位啊，用尊驾稳到这个北海道了呢，的甲坑里这个宫岛的义勇，再从呢相管负责背负派这个神明啊，派到这个札幌哦。伫1870年的时阵呢，当札幌家安置伊的灵位改叫做札幌的神社同年呢，佮刷到这个所在来，今晚呢改叫做北海道的神宫1964年，因为祭祀明治天皇才改名为北海道神宫之前呢其实不是之前呢它曾经呢叫做札幌神社，然后后来呢也叫做关闭大社，到2战之后呢又成为神社本町的别表神社到今嘛呢这个明治天皇了呢，它改成叫做北海道神社。那这个神社呢，但北海道嘛是真有名，受到北海道当地人的推崇神社呢，在1974年呢曾经被烧毁过，1978年呢又重新创建了起来。在北海道神宫，大国魂神是北海道国土之神。那这个呢是奠定日本现代基础的天皇之一啊。用啉水的哇，这不是要用啉水，这无去啉哦，这是要咱用的，一定用正手去吸水，吸起来先去呛你的倒手，啥咱要呛倒手，倒手代表咱顶世人哦。顶世人人做唔对代志，迄罪恶嘛，冲掉，过来换转来，呛正手，正手就知这世人做唔对代志的所在，咱甲呛掉。好，过来换转来正手，倒手去落嘴，好，一定要落掉啥啦？咱人规身躯上后犯错的所在就这个嘴，做这个嘴，讲人的歹话，还是批评讲咱政府无效啦，迄种迄拢是所谓的造口业啦，把口业清除掉，有没有？最后一开始你进来的所在，最高强调，安尼就完成啊。被层层大树围绕的神宫境内呢，还有柏树啦、百年以上的树呢，形成的这整个里面呢，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现在呢进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每一次日本团我们就一定会讲的啦啊，这个就是什么日本团他在里面要进来呢要净身啊，那先洗洗手哈，但是记住呢漱口的时候是把这个卡啦哦。放里你的手头，卡水放里你的手头哦，不是直接呢，卡到你的嘴来对哦，完全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进来这里面呢，也看得到这一些日本的习俗，前面都有介绍过了。那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这个就是呢，它在这里面呢，还可以看得到日本传统的拜拜是用线香啊，日本用的香是线香，日本的习俗会将线香燃烧的时候呢，把烟呢往身上拍哈。撸过来呢哈，据说可以带走身上的病痛，也可以带来一些神明的保佑啊。净身的时候，左手洗完洗右手哦，左手洗完，我看到吧啊，每一次进来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很标准的虔诚的拜拜的模式哈。看你别掉呢怕两个手安呢哈点上跟我点香的位也是点线香，小小一根呢也比较不会造成空气上的负担呢。整个札幌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森林，整个城市呢到处都是大公园，也都是树木哦。夏日漫步呢，讲不出来的舒服啊！整个札幌哦，你拿5、6月份、7、8月份来的些人加爽快哈。圆山公园更是森林的中心哈。那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算是北海道的心脏地方哈。这里面的绿意盎然哦，这里面很多的地方布满了这个图案哦。动物的图案呢，代表呢，这里有动物园的存在哈。这里的动物园就叫圆山动物园哦。跟咱台北以前的圆山啊，跟咱台北的圆山是不是讲哦？现在都有加多这个原始森林啊。北海道的热天呢，比较袂热啊，所以呢，北海道呢，冬天看雪春天看樱花，樱花过了，有的人感觉无啥，无，其实樱花过了，北海道还有花海，花海了呢。重点是北海道热天来袂伤热哦，进内底呢，你甲看哦，巨大的森林，就算讲热，嘛是下早时热的尔，到下晡时中到时呢，较热尔，暗时它又会凉起来了。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第一神宫在这里面哦。虽然没有日本其他地方寺庙如此悠久的历史跟文化在北海道了哈，但是呢，这里还是有日本第一神宫之称哦。那这里面呢，有主要寺院主殿呢。那在这边还可以看得到，你看这个时候呢，各式各样的花啊，就在这个北海道开起来。那在日本的樱花是这样子的开法哈，日本的樱花呢是从这个北边开始一路往上开南边一路往上开哈。那开到最北边哈，所以呢，北海道这个樱花呢来的是最晚的。那枫叶刚好的等得边一样哈，对北边的开始开落来哈，开到上南边哈，这个气候跟地理规也无共，所以差的家哈。今内底冇新虾所以呢，这规个圆山公园呢，嘛是北海道札幌的市区呢，真好，但内底呢欣赏但内底呢散步的一个真好环境。今晚来到家呢，Kiroro
度假村哦，这个 Kilolo 呢，真的不太需要去介绍哈。Kilolo 但北海道来讲呢，这个度假村呢，算是5星级的度假村哈。这个度假村呢，有别于一般哈，咱调去的哈。日本的在北海道，因为冬天是比较冷的哈，所以这个 Kilolo 度假村呢里面呢，带有一种什么？带有一种所谓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哈，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度假村环境里面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哈，所以在进来这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哈 Kilolo 度假村带给你的日本式的独特的温和感跟气度哦。进来这里面你会觉得很自在很轻松哦。那 Kilolo 还有另外一个，除了住在这一间之外呢，它的餐厅也是 Kilolo 度假区的魅力之一哈。进来的餐厅呢，海的啦、河的啦、村内底啦、山内底啦哈，各式各样而这个精彩料理呢，他们这个所在你都会在价点哈。所以北海道Kilolo 这节能当然呢，开始价格比较平民了哈。也极力的促销咱台湾也是到这个 Kilolo 来打哈，所以呢，我们这1-2次的这个北海道呢，我们都有安排进入这个 Kilolo 来去打这个在北海道算是非常具有知名度，而且呢也是属于5星度假村的其中一点哦。在日本呢，我们常在住的时候呢，并不会以标榜5星级的饭店哦。为什么？因为在日本基本上饭店都拥有一定的水准了哈。那 Kilolo 这一点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名声在北海道算是很大的也是属于大规模的这个度假村。加起来我们知道干嘛来这个日本住这无啥，我跟你讲日本的度假村温泉饭店啦，迄是你今嘛来吃团体你给你订你真方便团体你给你订非常方便。你看后壁还有说有看到无5月份才看到说啦你看这5月份看到说是上赞的，因为袂寒嘛还会使看到说，这就是上赞的所以呢4、5月份会使到日本看说是真赞的一个代志。我讲这个 Kilolo 呢嘛是真简单这个度假村呢，我讲但咱这个台湾对于度假村的形式的要求呢，跟日本不太一样。日本的很多的度假村呢，其实它很多的包含内容呢，都是包含了滑雪把滑雪也包在了这个度假村的里面。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比较小看了日本日本其实那是因为你旅游团体包了温泉饭店。如果旅游团体不是包了温泉饭店的话，你单独自己一个人来日本旅游，我跟你讲，你住温泉饭店的费用是很贵的。多3枚差不多超过你到台湾参加的团费台湾今嘛日本团呢，可以说是永远高居第一名一年比一年多人，大家好像把日本当作灶咖哩行日本的各方面呢吸引了台湾的人去，相对之下呢，也导致成日本它的这个团费呢一直往下修，这跟日元的贬值跟这个进价也有关系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啦这个。有时候你说2-3万块的日本团呢，可不可以玩？当然可以玩，玩起来情况就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啦那这一次我们特别第一次，也是算第一次来到北海道 Kilolo 度假村日本的环境呢，总是很特别的那不管在一年四季当中呢，你都可以来到日本的北海道那今摆咱5月份来，你甲看行到较无这个城市的所在呢，你甲看两边的雪搁无种样了，其实拢样啦但是因为这当天落了太粗伊所以无一下仔的样遐紧而且这个温度呢，下早时差不多伫20度左右20度左右15度到20度，到暗时呢，佮差不多伫5度到10度，所以伊这雪呢，你样的速度呢，都无遐紧所以到5月份，你到北海道，也是到日本的东北一寡山区，其实拢个会使看到雪，原因就是安尼所以这个时阵呢，我感觉有当时惊寒的人足惊寒的人，佮想要看雪的人，到4、5月份呢，你若来
对于这个东北团啊，也是对一寡山区个会使看到色，但是气温个袂降到0度的这是上适合的这就是咱这道来过这个粉色雪国花见北海道。来到这边就会有这个好像到北投的那个温泉的味道哈。那地狱谷是登别温泉区的主要的源头，这里呢有很重的硫磺味啊，所以当你靠近这边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非常重的味道，代表登别的地狱谷到了哈。那在这个沿线架好的步道呢，大概10来分钟哦，你就会在把规个登别地狱谷洗了啊哈。登别温泉呢，每一缸有高达1万吨的温泉呢涌出来哦，很多的温泉水质啦、硫磺啦、等等啊，非常多的泉子对这个所在来，吸引了真侪观光客。在日本这个温泉一定是足稀奇啊，什么啊？因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那登别的水源，赤红色的岩石，黄灰色的这个丘岩裂缝当中捞出来这个温泉啊，加这个蒸汽以火山煤气、硫磺的气味呢，延刺这整个再来它的登别这整个味道都可以闻得到那四季不同的景色呢，这个所在嘛真侪人来到这个所在来登别这个所在去得这个火山口的遗迹啦，真靠近洞爷湖，大概呢1万年前的形成啊这个直径大概450米的所在呢，搁咧喷白烟寸草不生这个所在呢，强烈的硫磺味，所以我讲你若入进内底你就会使要行入来，你就偏掉。这种温泉区在日本有的温泉区是可以煮蛋的
那煮蛋通常呢都是它最天然、最原始的这个温度所有我们在洗澡的温泉区的那个饭店呢，还有温泉是经过调和的那个水呢，有加过冷水，嘛公冻之后的水也直接浸落哇，那真的是煮熟了。来，那我们离开了登别之后，其实北海道一年四季呢各有各不同的玩的区域春天有春天你算的区域，冬天有冬天你算的区域无相同所以呢，你季节来，有的人讲北海道奇怪无同北海道四季来的时阵呢，你的无同款的时间来，你去佚佗的所在呢，嘛无啥相同东南西北拢无啥相同的所在会使互你去佚佗所以这就是北海道较无同的所在那北海道现在我们准备前往吃饭啦那刚刚我们从登别，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时候我们是以道南北海道的南边为主要的旅游地点之一道南地方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海岸线之后，准备前面有一只熊要吃螃蟹你看这个日本很会盖这种看起来这种造型有无熊要吃金嘛，要吃鱼咱有要吃无咱嘛入来吃熊不吃鱼还是吃内底料理，行入来内底吃料理来日本的和风料理，每一次呢，当我们来吃的这一趟和风料理之后呢，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顺便看看它的海鲜市集。哎呦，吃呷哺吗？吃火锅吗？你看这也不多但是呢，日本就是精致饮食啦真的是精致饮食有的人你注意看日本人两片这个生鱼片3片生鱼片一碗白饭夹一寡菜，酱菜安尼食一顿日本人真健康那我们台湾可能吃的这个餐食的特色呢是比较多的啦，在这旁边刚好有在卖到底很老对这个北海道活起来这个海家活起来一寡海产就养殖在这边这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午餐所吃的啦那你要当然你要另外点也可以啦吃吃看北海道当地不同的这个海鲜料理也可以。所以我说这个在北海道这边弄很老包括呢我刚刚前面也说了日本人喜欢精致料理他不会点的满桌都是他顶多就是一人一个 set 一个盘还是一个一鼎安尼简简单单吃的这样子没有幸福OK。敲了一钟，这个叫地球甲4蓝8景之一。地球甲曾荣获的北海道自然白选及新日本观光白选的票选第一个这个名显然给它特别呢，这是爱奴语的断崖的意思。对这个时候在为海的方向跨过去，也在发觉到上回海平面。真的可以看得到这整个海平面真的是圆弧形的就是你按你看过海平面上，你那很快前面都没有阻碍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奇怪，为什么以前人会说地球是圆的？因为你真正看海平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地球是圆的，因为北海道已经很北边了所以你也发觉地球是圆的，地球甲的原因呢。这边个小个较大，
加几吃，加几吃，真的，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北海道地球甲，北海道其实日本的我觉得日本的每一个区块很多人觉得一样，但是当我看开就是不一样哦。日本的很多区块看起来的感觉感受是不一样的哦，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要来到的熊牧场哦，日本到处都可以看到所谓的叫做什么，叫做这个熊出没哈，日本真正是有熊的哦。那今晚呢来到这个熊牧场呢，嘛是所有观光客一定会来的所在哦，看熊嘛你讲看野生的要惊死野生的第一点你唔得，你想要看伊个无一定会让你看你不一定看得到所以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在某个情况下呢，觉得有点点的给它残忍我为什么说有点点给它残忍？因为毕竟它被关起来嘛但是还是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的。现在这些熊也越来越稀少了，北海道的自然生态被保留的蛮完整的但是像你看现在北极熊弄一点点不这里看内郎是小雨泥小雨泥就跳下去当点心就好了这个当地呢，目前还有3000多头的棕熊在我们家瓦当别小看，你看这熊很可怕呢。这个熊你看呢，它长那么大只，它一掌挥下来的力量是几百公斤重的这不太容易来到熊牧场呢，一定要看看这些熊大哥们来看嘛也就是代表的非常典型的这个熊出没的牌子呢，就是从北海道这边来的那在这边呢，后面还有一座新山叫做新山活火山在1943年的大地震料自然形成隆起的时候，一个新的山叫做活火山他们家今嘛呢台湾没有黑熊但是台湾的黑熊没有像这个熊牧场这个北海道的熊来的那么大只因为这比较冷现在还有但是呢不容易看到要让你看到呢，你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那在这里呢从入口处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熊牧场这个区块呢，它对于这个熊的标志特色了。从门口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小雨到底丢的是什么？你丢薯条三兄弟吗还是丢什么饼干不太晓得丢的这么不准你看这些熊呢都一直在等着吃零食吃应该是饼干吧哇，地上那个是饼干吗这个已经你看它已经到后来都驯养到人性化了你看吃东西吃到也懒得站起来丢的应该是熊吃的饲料了应该是啦嘛不知是啥回恁大家不知道我给它夹一嘴看嘛昭和新山是安怎1943年的时阵，昭和时代昭和新山自然形成的隆起，哇哟活火山很老新鲜的活火山目前还在逐渐的长大当中原本没这么高一天长高一点点一年长高一点点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了所以呢，你说你到底要长多高你不知道除非说呢你50年后再来这边就可以知道了那这个也就在这个熊牧场的旁边这个昭和新山，目前1943年爆发了全新的活火山OK， 果然是道南之旅啦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个人很喜欢的洞爷湖。洞爷湖这条路线呢，其实呢发展由来已久从有这个日本开始的开放观光的时阵呢，洞爷湖这个所在呢的客人真多人来这佚佗我特别喜欢住在温泉湖畔旁边那在这附近散散步啦，看看洞爷湖啦，夏日洞爷湖还有夏日烟火这个洞爷湖畔呢，让人有一种会静心的感觉会心平气和的感觉看看这里尤其是北海道的空气呢，好得不得了那现在呢，我们呢今晚应该住在洞爷湖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洞爷湖呢，来湖畔呢先散步一下，顺便看看它的雕刻公园。